欢迎来到这期的音乐大来宾，我是主持人 GT 郭涛。今天请到的这一位呢，如果把他的专辑放在我的身上的话，我们就融为一体了。让我们欢迎田馥甄。嗨，你好。哇，你好，你好。哇，真的没有想到我的衣服和你的专辑这么的有缘分呢。红啊！对啊，就是红嘛，对不对？这次带来全新的专辑《渺小》。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刚刚我们在开场前在聊这张专辑是，专辑上面其实有2只小蚂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对，打开来看比较明显，在那个发丝上面，对不对？为什么会放2只小蚂蚁在上面？设计的一个巧思，因为专辑叫《渺小》嘛，所以，后面它是一片很大的大地这样子，然后前面就特写就进到我的脸，我的脸上就有发丝，发丝上面就是蚂蚁，蚂蚁就是一个大家想象中比较微小的生物。所以，但我们至于宇宙，其实我们也像蚂蚁一样啊，我们也很小啊，所以就是其实这就是表现出2个生命强大不同的对比啦。好，今天呢，我们要和田馥甄在现场聊的这些主题，我觉得也是蛮深刻的。我们呢，把你分成了3个不同的类型，要在现场跟你一一来剖析。好，第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复杂的人格，因为大家说这张专辑里呢。你看，我们分成了几个田字格里面，我们每个田字格后面都会相应的代表着一个问题在后面。大家说，其实田馥甄，别人都会讲，你内心应该还住了一个人，好，不止一个哦，可能好几个。你是，其实应该每个人都是吧？搞不好你现在内心也有别的 OS 啊。我当然我是 AB， 我是 AB 型的人呢。那你一定更分裂了。所以今天会有无数个人在场上对话了。OK， 我们要看看第一个田字格后面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反的词嘞？冷静和热情。你这张专辑整体感觉应该给人感觉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你，是不是？我平常给人家感觉可能比较冷静吧，看这表情也是比较冷静的。可是这个风套给大家感觉就比较热情。你自己其实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冷静还热情的人？本来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因为社会化之后就知道少讲点话，冷静一点好。但是其实内心深处是还对很多事情都还蛮有热情的。你现在比如说什么事情你会表现出你非常疯狂热情的一面？跟很熟的姐妹啊，跟家人啊，比方不一定是疯疯癫癫，或是情绪很澎湃啦。比方说现在谈到家人，对家人的关心、父母的爱，或者是一些自己在乎的事情，还是会很执着、很热情，付出很多的心思还有很多的精神啊，那就是一种热情的灌注啊。其实要说到你刚才讲的说是自己改变的话，你说从这个社会化之后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热情，你是觉得不是变得没有那么热情啦，不会表现的，是把热情对隐藏起来，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你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田馥甄应该是个冰美人，就是感觉是那种有一点冷冷的、有点距离感的，所以你会介意别人说，我怎么觉得田馥甄感觉跟他有点距离？或许吧，就是我就没有这种魅力，就是跟人一见面就好像很熟的那种，很熟的那种，天生我没有那种。对，很熟的那种就交给 Ella 就好了。对，他就有这种魅力。对，你看到他，你就会忍不住的就想要跟他讲心事啊，或者是跟他靠很近都没有那种距离的感觉。他有没有他天生的魅力？他有没有嫌弃过你说，Hebe，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样疯狂一下？他不会嫌弃我，因为我们是互补的。OK， 好了。刚才讲的是冷静，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要让你做一件让你会有点热情的事情，因为呢，我们让你看一个成绩，因为据说有2首歌在我们的微榜上霸着冠军的位置，霸着这个亚军的位置啊，很久了，而且呢，据说还有往向上升的趋势，有2首歌是同时的。自己在跟自己较劲呢。来，我们看大屏幕这2首歌，2首歌冠亚军的位置，自己跟自己在争你就不要想起我跟渺小。对，那既然这2首歌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而且呢，这个榜单是真的是你的粉丝朋友一票一票去点击它，然后才会有的成绩。如果说让你用你的一种方式去感谢他们的话，你会用冷静的还是热情的方式感谢他们？现在就是会比较冷静了，但内心很开心，就是觉得我的歌都在榜上，还是冠亚军嘞。很谢谢大家，因为很认真的构想啊，然后拍出来的 MV 可以被大家看，谢谢大家。所以说，你看这2首歌是2个成绩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其实对于你来说，冷静和热情真的是对你来说区别还蛮大的，因为
真的你不讲话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她应该是一个在思考的人。但是你一开心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蛮热情的女孩。是啊。OK，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下一个词是哪2个词？是渺小和伟大。开场的时候你讲过了，你说这个小蚂蚁就代表的渺小，我们人类也是很渺小。对啊。其实要说到了这种让大家有一点点觉得哇。田馥甄应该想的问题是很大的感觉的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你的 MV。原来最暗的天空，总有最闪烁的星星，为你换不回的，为你做不到的，为你还在活的我和你。说到这个 MV。你说在冰岛是完全把自己冻成像一个芋圆一样的感觉。对啊，我是冰棒人，大家都很辛苦。你当时听到说要去冰岛拍，是很兴奋还是有一些担忧？兴奋，因为我没去过。对，而且觉得专辑可以到那样子的地方，花那样子的人力跟资金，觉得非常的开心。飞了24个小时。对。一落地来到冰岛，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好冷啊！因为我到了那天晚上，风真的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冷。我就在想，完了，我要怎么这几天要怎么度过？因为在 MV 里面穿的衣服其实是很单薄的，有洞的，对，还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对，所以风都会灌进去，就开始担心自己的体力有没有办法支撑拍4、5天。哦，拍了4、5天。对。哇。所以最后拍完之后没有感冒吗？有感冒吗？最后拍完之后有一点小的快要支撑不住体力，因为我们也睡很少，对，有点发烧。可是后来睡一觉起来又是一条好汉。可能平常有在运动吧，还是意志力非常的坚强。他们说你有在那边看到极光，我有啊，但是那个时间其实不是极光应该有的时间。对，在9月份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见到极光的季节。结果我们在拍摄完成的时候，在回程的路上就看到了极光，然后帮这一次的旅程做了一个最完美的 ending。看到的时候觉得天哪，好幸运哦，就很兴奋，然后就想说，这么幸运，该不会把现在的运气都用完了吧？然后我就想说，不，我相信这个好运是这个极光是一个好运的征兆。先悲观主义出现，然后才乐观的想这件事情。哇，你的想法和别人真的很不一样哎。没有，就想太多，超无聊的。没事，不要像我这样。好了，这是渺小和伟大。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词是理性和感性。你觉得你在你的身体中是理性多一点，还是感性多一点？你的情绪当中的话，并存吧，差不多吧。我也很难把我自己剖开来分析是多少，但是差不多吧，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有网友说，其实你是一个挺理性的人，因为你提倡的是节制的人生，甚至有人去你们家用马桶，你都会说他在冲水，他在用我们家的水。不是，那篇报道是写错的。不是。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可能有点听错。对，是我自己很节制，就是我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我自己是很节制的在用水，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会被我影响，所以他们到我家的时候，他们不小心按了马桶的冲水的马桶、厕所的冲水的按键，他们按了，他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按到了我家的冲水，但是我会说没有关系，你们是客人，你们可以按，你们就过你们原本的生活的状态。但是我自己是用洗手水在冲马桶的，那句话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误会。你的节制，比如说除了像在能源上的话，还有哪些方面？比如说这瓶矿泉水是我的，我一定要把它喝完。会啊，会喝完。还有什么呢？言语啊，或者是行为啊，都需要节制啊。我觉得其实你这样说来，其实你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偏理性的，但是好像多一点，对不对？但是最近大家会说你感性，是因为你经常哭。原来在组合当中是 Selina 很容易哭，现在好像你也很容易哭。比如说在巡演当中读到歌迷的信会流泪，然后在发布会的时候看到自己的 MV 也会流泪。真的？为什么现在忽然间这么容易哭？有感触吧？比如说感触在什么地方？我看到辛波斯卡的《在一颗小星星底下》这首诗，会有那样的感触，就是它真的是击中了我心里的所有感知跟共鸣。然后，因为这一颗种子，
然后我们去延伸出这一个作品，这个词，然后浩浩荡荡的到了冰岛，然后让大家所有的工作同仁都受了苦，然后我们拍出的 MV 真的拍出了那种感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画面剪辑出来震撼的感觉，那就是一种感动。所以是对这个画面跟大自然还有导演的才华，跟他对我的理解，他把我的理解给诠释出来的时候，那一份感动，而感动。OK，好嘞。那说到了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事情呢，就接下来这个话题了。大家说给了你2个称号，还蛮有意思的。你来看，有人叫你甜妹，然后有人叫你真哥，你有听到过这样的称号吗？我听到的都是真哥哎，没有甜妹。没有听到，为什么大家叫你真哥会多一点？我也想问他们。歌迷们就叫你真哥。对啊，大家觉得你看嘛，你以前你都说过，很少在舞台上表现出来那种喜怒哀乐。斯琳娜都哭得要死要活，你在旁边就安慰她，也没有跟她一起流泪，对不对？现在好像更多一些。你觉得你性格中也有很多像男孩子一样很坚强的一面，应该？像男孩子坚强的一面，还蛮坚强的。所以你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吗？还是说也需要别人给你安全感？需要啊，需要别人给安全感。你需要别人给安全感？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是最需要别人给你安全感？觉得说我好孤独？大部分的时候都需要安全感啊。应该是越表现坚强的人是越没有安全感的吧？应该是越有安全感的人才越敢在别人面前把自己打开来，流眼泪，或是哭，或是笑，就是。大家还在讨论一个事情，说为什么说你给你一个称号叫做真哥？因为你每次拍照的时候都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对不对？对。这个是你的一个自己的习惯吗？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有口袋就觉得放进去好像有安全感，对不对？其实你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人。恐怕是。OK， 好了，这就是在我们的复杂人格当中问了很多有的没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继续还是来分析你了。好，我们呢要进入一个环节叫甜言蜜语。我们说了，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值得去推敲的歌词，但到底是不是田馥甄的内心，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做一个答案，好不好？田馥甄甜言蜜语圈插作答，这个要交给你喽。好。其实，在这个专辑中有很多歌词，我都觉得写的特别的文艺。你觉得当时拿到这些歌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句子你会说哇，真的是跟我的想法一样，或者说哇，写的真的是特别的美？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才会用在专辑里面。也有道理啦。对啊。但是用在专辑里不一定完完全全就是你内心的独白，因为有的词是别人帮你写的嘛，对不对？对，也要需要共鸣才可以。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些词，你需要用圈圈叉叉告诉我们符不符合你本人的观点和你内心的世界，好不好？来，我们看第一句话：希望被疼惜，又不屑被放口袋里，愿意去相信，又将真心关得好紧，是矛盾里的歌词。对，这个是你内心的一种状态吗？对。是你内心的状态。是啊。你是希望别人去疼惜你，但是愿意去相信，又将真心关得很紧，这是真的很矛盾呢。对啊，希望适当的被保护、被理解、被疼惜，但是还是会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啊。那愿意去相信，又将真心关得很紧是怎么回事？就是都很愿意去相信，可是会先观察、思考。这就是理性的一块，然后才相信这样子。好，所以田馥甄内心是一个极度矛盾的人。接下来第二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明明心里面盛着滚烫的情感，很想和谁分享，想太多，到最后无情无感，口袋的温度。这句话其实挺伤心的，听完之后。但是我不会这样所以这个是错，这一句是错的。这个不是你。这个呢是口袋的温度，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明明心里有很多的情感，可是放到最后都冷却掉了，变得就是无情无感，想太多。就是像我自己对父母的爱啊，或是姐妹的爱，我都不会吝啬的表达，就是我都会跟我妈说，要睡前了，我说在这世界上我最爱你。你到现在还会？对，然后或是拥抱自己的父母，拥抱自己的姐妹，勇敢的告诉他们，或是有什么想法。
都会很热情的告诉他们，不会把它放在口袋，放到都没温度了。所以这句话不是真正的田馥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态度，一个分享，一个劝诫。好，来看下一句，下一句是你快乐未必我快乐当中的，已经爱到恨不得，我的灵魂都变成你，你执着的时候，我就更执着。这是你的一种态度吗？不是，也不是你的态度。这也是一句，就是你快乐未必我快乐。这是前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女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比较失去自己的状态在谈恋爱，可是到后来会发现那样子的失衡没有办法让感情持久，所以其实还是要是一个很完整、很自由的自己，才有办法很平衡的状态之下谈感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状态，所以才会说你快乐，就是你快乐未必我快乐，要大家都快乐才有办法好好的在一个感情里面继续啊。OK， 好嘞，来看下一句。下一句是不醉不会里面的，只要我以为就不是误会，什么是是非都似是而非。这个怎么理解出来？应该是对啦，就是就是比较用醉眼看世界，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认真，就会觉得比较快乐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么多斤斤计较的事情。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翻到之前 SHE 在小燕姐的一个节目上的一段聊天，小燕姐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她才有智慧、非常聪明的女孩子。我就在想说，你是这种不对的状态，是你自己觉得说我应该有这种状态去面对才可以更快乐，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性格就认同说 OK 这没什么，挺好的？因为常常大家都不快乐的原因，我自己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跟朋友聊天，或是听，比如说某些朋友在聊他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比方说在工作职场上，这样做，大家都在讲一个真理，就是这样是对的吗？还是错的？其实没有什么是是非非，就是什么东西，其实你去看它都在不同的角度，它有不同的面向嘛，没有绝对。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用太认真计较事情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那田馥甄可不可以这样讲说，田馥甄是不会去跟人争执的一个人？当然不是。你也会去为一个事情非常争执？在乎才会争执啊，但是当然是尽量不要，这都是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的事情啊。如果我不争执的话，我现在应该穿袈裟在这边吧。好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来判断的。其实你看，歌曲当中有一些，就像你说的，是一种告诫，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也是告诫自己，提醒自己，对啊。OK，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很有智慧的女孩怎么来面对接下来这些事情。马上要看的是田馥甄的真材实料，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很有意思，这一趴就比较有意思了。好，因为大家说你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哪有？而且会找一些很厉害的形容词去形容东西。那时候我对 Hebe 的印象，我觉得印象很深，因为为什么？这个小女生呢，就会觉得她讲话的方式还蛮好笑的。她会觉得为什么好笑？因为她会常常会用一些那个似是而非的形容词，就好像比如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好漂亮，最简单的形容，她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冠冕堂皇，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她的形容词都跟别人不一样，不太一样。对，那你就对她印象很深刻。请用你的言语形容一下现场3个人或者物。第一个要现场形容一下，如果说形容这瓶矿泉水，你该怎么形容它？就还蛮用心的一个矿泉水啊。就是用心的矿泉水。对啊，上面有贴我的照片啊，还有专辑名称，还蛮具有宣传效益的矿泉水。你好直接。好了，第二道题，请形容一下今天你看到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的天气，是幸福的感觉啊。为什么是幸福的感觉？因为天气温很低，可是太阳很温暖啊，所以是很幸福的啊。就是很幸福的感觉。对啊。OK， 那用一个词形容。很无聊吧？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对面的主持人。很不正常。没有啦，我觉得你很多才多姿。多才多姿也太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我。对啊，因为
连我这种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一直问、一直讲话，而且不畏艰难的一直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按照这个制作单位导演的这个安排，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我觉得你心脏很强哎，一定是见多识广，没有在怕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你口才就是很会讲，你很厉害。你之后这一趴才是你会讲的内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其实刚刚我就在想说，哇，要是今天我是你，我坐在那边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想说，我这节目我还真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我就刚刚内心已经开始对你产生崇敬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跟你聊天，我是今天做满了这种思想准备的，因为大家说跟你聊天，你是一个可能不会那么就像你说的那么轻易把所有人的那种都当成朋友，或者那么轻易的跟你讲一些故事。但我觉得今天你还不错哎。我尽量，我这是真的是，所以我才说我喜欢这边，我敞开心房，我就觉得好吧，那就来讲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变本加厉，再来一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你看，既然你说你是一个性格不是那么容易大家琢磨到的一个人，我们接下来就准备了一些词，你现场看一看，这些词排一个顺序的话，在你心目中的比例，他们会占到多少？有冷静、热情、淡定、慢热、闷骚、温柔、可爱、独立、体贴，还有一个都写到啦。导演很了解我哎。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些词呢，我们就真的还准备了一张题板，叫做真性情100%，你可以在里面划分一下，好不好？好。结果画的最多的是闷骚，应该不会吧？超不要脸的哦，把自己可爱写50%。好难下笔啊！慢热，慢热占2格啊！对啊，这样子2格25%哎。对呀。好，接下来，你热情占到1、2、3、4 3格，就差不多是应该4%，4%格应该是多少？4格。不管我们数学都不好，40%。40%好了 ，OK， 好。冷静只有1格。体贴我超体贴的。我有2格。还有最后还剩1个哎，我来想想看哦。还有什么独立、可爱、温柔、闷骚？没有嘞。好啦，我知道你内心想写那个词，但又不好意思写上去。可爱。对啊，我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好，来我们看一下，田馥甄真性情100%，热情她竟然给了最多的1格。我很热情的。然后相对应的是慢热，然后是体贴，然后是冷静和可爱。你不是刚才讲说你是一个很难热情是放在内心的人吗？对啊，对啊。但是真性情的话，我就真的很热情。如果要讲题目嘛，是真性情。你性情当中其实是一个热情的人。我很热情，是看到大家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的那种人。我很爱大家哎。我真的很爱大家，只是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然后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就比一个爱心，然后就走掉，也不知道怎么讲。大家就说可不可以热情一点呐？就是上次我去上电台啊，然后就碰到我的专辑的这个设计聂永真，对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感觉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其实也蛮有抱负、也蛮热情的人，但是他也是属于不太会表达的，可是看到他，我就很想要跟他说些什么，我就说不出来，我就爱你哦，然后我就走掉。他应该傻眼吗？啊，到底是要干嘛？对啊，然后像我对歌迷也就是很爱他们，可是我也有时候不太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真的常常都好爱很多人，然后我也很爱我的同事，也很爱我身边所有帮助我的完成专辑或者完成很多工作的工作人员，但常常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汇才可以精确的表达我内心的感谢跟爱，所以就每次只能说爱你哦，然后又很怕后面的尴尬，就赶快走掉。其实要说到热情的话，对应的还有一个体贴，你的体贴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自己认为我都会替别人想，是吗？比如说，比方说我今天说了这句话，做了这件事情，
就公司而言，他们的立场他们会怎么样？那我说这句话做了某些事情，怎么样？所以我都会去反省，都会去思考，就是在做之前，在说某些话之前，都会经过思考，去想想看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难或者是麻烦。对啊，这是一种体贴吧。其实我倒觉得你的确是个很体贴的人。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如果我们俩换位的话，你会觉得说，遇到这样的艺人他该怎么办？我觉得其实你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愿意去帮别人想一下他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的人。我常常这样子想，哇，真的。那最后讲到可爱，这样好了，我们不讲你可爱一面好了。如果说让田馥甄做一个最可爱的表情，你会做什么？翻白眼吧，因为很真性情，很可爱。所以你的可爱是一般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可爱，如果真的要比这种很萌的表情的话，大家上网看那些可爱的萌女，都比我可爱100倍啊！所以要看。那你的可爱是表现在？可爱表现在谈恋爱里面啊。好啦，所以说各位想看到田馥甄可爱一面的话，就要变成她的男朋友才可以，对不对？好 ，OK， 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讲的是，今天呢看完了真性情之后的田馥甄，再回去听一听这张《渺小》，我倒觉得应该理解会更不一样。希望哦，希望是这样子的。OK， 最后再次谢谢田馥甄。那下周五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音乐大来宾，还有更多的明星来讲故事。谢谢田馥甄喽，谢谢，谢谢，下次再见，拜拜。说不定永远很容易，困难的只是谁愿意珍惜。我们在寂寞中靠近，拥抱中痊愈，却不敢轻易说爱情。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我们在微光中前进，暧昧中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福。我们在寂寞中靠近，拥抱中痊愈，却不敢轻易说爱情。有些人爱着爱着就变了，而誓言爱着爱着会忘记。我们在微光中前进，暧昧中小心摸索着幸福的道理，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